你好，我是阿力。狗狗币这2天的走势真的是非常的折磨人，很多加我微信的小伙伴们纷纷的私信告诉我啊，都快拿不住了啊，这个到底还要盘整到什么时候呢？那么其实盘整期啊，真的是如此的考验你的耐心啊，所以这也是我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介绍狗狗币的时候，我是这么说的，要用你丢了都不心疼的那笔钱去投资狗狗币，千万不要贷款来买狗狗币，更不要加杠杆。做合约做期货，对吧？不然的话你这是真的拿不住，要么就是被爆仓了，要不就是钱要着急还给银行，或者还给什么其他的亲戚朋友等等吧。那么这些都是影响你投资思维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应该全部都要去掉。那么培养良好的投资习惯，要让你投资的狗狗币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金融产品啊，影响你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影响你的心情的那个度啊，一定啊尽量降到最低。那么简单来说啊，就是说你看着这个狗狗币啊涨跌30%，你就完全都心情啊都起不了波澜了，那你就修炼成功了，对吧？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来聊聊狗狗币正在逐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 Elon Musk 真的是拿狗狗币在布一场大局。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说说最近炒得火热的这个史币，或者是说叫做柴犬币，来聊聊我的看法，我的感受。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关注，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下次我更新视频的时候你就不会错过了。美国西部时间5月11日凌晨1点13分，Elon Musk 发了一个投票的推文，问大家支不支持狗狗币来购买特斯拉。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特斯拉已经支持比特币来进行购买了，对吧？另外 SpaceX 已经支持狗狗币进行支付了。那么下一步 Elon Musk 就要让特斯拉来支持狗狗币的支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作。如果说往天上发卫星是大公司的行为，对吧？那么用狗狗币支付给SpaceX 跟我们普通人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如果你喜欢特斯拉，你投资的狗狗币赚够了钱，你想要买一辆特斯拉的话，你完全可以用狗狗币来进行支付。那么这标志着狗狗币正在大步迈进我们的生活，这就不仅仅是停留在想象的空间了，不仅仅是一种共识了，而是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而是狗狗币已经实实在在变成了一种货币。那么 Elon Musk 在上周六的节目里面也这样说的啊，他说狗狗币是未来的货币啊，那么是货币的未来，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金融工具，将统治世界。那么他还说狗狗币和美元钞票是一样的真实，我们之前也讲了，对吧？那么这个说法呢，如果说没有实际行动来进行支撑的话，那么顶多也就是一个笑话，那么跟最开始狗狗币的诞生是一样的，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说法被我们普通人提出来的，比如说被我提出来的，被大家所提出来，被你提出来的，那么大家也都当成一个笑话，就说这个人在吹牛。那么因为我们大家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让这个笑话变成现实，但是 Elon Musk 不一样，他手里有 SpaceX 和特斯拉，他可以决定收款的形式是美元、是人民币、是日元、欧元，甚至是加密货币，对吧？为什么？因为它这两样东西的质量都是过硬的，对于购买它这两样产品或者是服务的大公司或者是个人来讲啊，你只能按照它的这个规则去玩，对吧？那么它可以多出来一个选择，说我既可以支持美元支付，又支持这个加密货币狗狗币支付，这是没有任何毛病的，对吧？那么比特币是Elon Musk错过的一个痛啊，他曾经说8年前他错过了比特币，他非常喜欢比特币，但是没有办法，他错过了。那么狗狗币他不会再错过了。你想一下，去年特斯拉被机构做空后的表现啊，再看看这个比特币最近这几年的走势，那么狗狗币到底会有怎样的一个未来？我相信啊，我在这里不用多讲啊，大家就是都能够想象得出来。另外，这个灰度的创始人叫 Barry 啊，他因为发推说公开做空了狗狗币，最近被网友也是骂得非常的惨。那么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去Barry 的这个推特上去看一看，围观一下。那么另外 Elon Musk 在上周六的这个 SNL 节目上说狗狗币是一个骗局啊，那么他说是一个 it's a hustle。 那么很多人都说狗狗币啊暴跌啊，甚至整个币圈的暴跌，就把这个屎盆子就扣在了 Elon Musk 的头上，非常的有意思啊，非常有这个正派媒体的这个作风啊。但是今天啊，我注意到彭博社有一篇文章，题目写着狗狗币是骗局，但是它是人民的骗局。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意思啊。如果说骗局是公司或者是个人所布的一个骗局的话，那么这些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割韭菜，对吧？但是如果这个骗局是给广大人民你去布的一个骗局，那么你想一想，人民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么马斯克在转发彭博社的这个推文的时候，他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exactly， 他说正是如此，我只能说啊，老马任重而道远，而且不能说的太直白，大家仔细去品一下啊。那么我们来说一下最近暴涨爆火的这个柴犬币啊，大陆叫做史币。这个币的最开始呢是本着狗狗币杀手的目的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围剿狗狗币。注意啊，这个币的基因里面它带着杀气，它存在的价值呢就是搞死狗狗币，而不是给这个世界带来任何的希望，带来自由平等，通通都没有。大家都知道这个狗狗币的头像呢是一只柴犬，那么这个史币的名字干脆就叫柴犬币了，碰瓷狗狗币无疑，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创造这个史币的这个团队的到底是什么人，何方神圣，没有人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那么他们也是同样的宣称啊，我们是去中心化的，没有融资，没有投资方，是真正的社区的产物啊。你别说啊，真的是符合区块链的这种精神。但是呢，他们把一半的这个史币啊，500万亿啊，大家注意到它的发行量是1000万亿，他们把一半的这个500万亿打到了威神的钱包。那么这个威神就是这个以太坊的这个创始人啊，那么这不是妥妥的碰瓷人家威神吗？人家威神并没有任何的表态，对吧？那么伊隆马斯克在这个一个日本人的推文之后留言，他说他想要养一只柴犬，结果被这个史币的社区就拿来解读为伊隆马斯克喊单史币了啊！这种过度解读啊，也是带来这种巨大涨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你要想想，这是不是也是在碰瓷人家伊隆马斯克的？所以说，了解了以上的这几个因素之后，我的观点是尽量呢不要去碰它。如果你真的害怕错过啊，害怕这个万一不买错过好几个亿的话，那你就干脆拿个几百块小玩一下，对吧？那么不要投太多的这个资金。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原因是什么。那么也是因为啊，最近问我这个东西，这个史币怎么看这个史币的朋友太多了，所以说啊，这个我就想花一点时间我去研究一下。那么我就想，如果说研究一个币，一个加密币的这个最简单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拥有它，对吧？那么我就想要去买一些这个币啊，那看看怎么样。但是接下来的这种体验让我感觉到了这种疯狂的背后的丝丝的含义。那么大家都知道，史币是在中国大陆的3大平台进行交易的，对吧？那么币安、火币和欧易。那么币安在美国地区是不能用的只有一个这个币安的这个 US 可以用这个 app， 但是里面没有史币，我只能就说我就 pass 它了，我就不能用它，对吧？我只能下载火币。那么火币上购买史币需要先买 USDT， 而这个平台它自己不卖 USDT， 那么 App 里面它进行售卖 USDT 的全部都是第三方的小店，而且价格呢是高于这个正常的汇率的因为大家都知道 USDT 几乎就是美元嘛，但是呢他们卖的这个汇率几乎都是在7以上了好在呢这些小店呢他们都支持这个支付宝、微信或者是银行卡的转账，然后我首先呢就想到用支付宝转账吧，就给银行转账，结果呢支付宝告诉我对方的账户涉嫌欺诈终止交易。那么我想到我微信上还有1000人民币，对吧？我找了一家小店，它支持微信支付的话，那么我就去买1000块钱的 USD， 没想到这个微信转账的时候也告诉我对方涉嫌欺诈要终止交易但是呢我看到这个火币上这家店的交易量还是挺大的，我就问了一下我国内的家人因为他们也在用火币嘛，我说这个是不是火币充值要通过这种小店呢？他们说是的，那么我就放心了嘛，我就按照这个店家的说法，我给你发5个红包，对吧？一个红包200块，结果呢我发了4个之后，第5个不让我发了这个真的是不让发了，说提醒这个有交易风险。那么后来我就联系店家还算讲究他把这个800块钱他也还给我了。那么因为我没有大陆的网银因为我出来很久了没有网银了，所以说这个火币我只能放弃。那么接下来我就试了一下欧易，这个欧易的手续费真是贵的是非常非常离谱。那么我要买100个 USDT， 他告诉我我想买100个 USDT， 他说你先支付100美金，结果我到了这个支付的界面，他告诉我只能买81个 USDT 了，对吧？那么好在这个欧易它支持这个美国信用卡支付，那么我就用了我这个美国的这种信用卡结果两次每当到就是我提交的时候他都告诉我交易失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这个大陆的3大交易所都拒我之门外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拥有
史币了。但是呢，通过这个过程啊，我能感受得到啊，这种交易所的各种问题啊。那么币安我们暂时不聊，因为我没有用到它。那么火币的这个问题就是太坑了啊。那么微信和支付宝目前都不承认它。那么据说今天还出现了这个买了史币啊，在火币上不让提现的这种问题。那么 OE 的这个手续费啊，已经接近20%了。那么这还没有到买币的环节了。如果说你再加上买币的话，那么到底他要从你身上薅多少羊毛出来，对吧？所以对于这样的平台争先恐后的上线史币，那么为的是什么？除了挣钱之外啊，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那么背后巨大的推手又是谁呢？那么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那么这些也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的资金怎么样能够保证你的钱的安全。怎么样能保证你的钱不跑到别人的口袋里面去啊？所以说怎么样能够抵挡得住巨额回报的这种诱惑而不为所动？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考验你的这个人性最脆弱的那个环节。如果说你真的非常超级想参与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啊，少量资金参与。我们刚才也讲了，见好就收，不要贪心，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啊，这个史币它就归零了，对吧？我没有经历过归零，因为我在币圈的这个时间还是很短的啊，我才经历过第一个牛市，这是。那么，但是网络上有无数的网友在分享自己曾经买的币啊，一夜之间它跌了95%，一夜之间跌了99%，这种经历你一定要去看一看，他们的感受啊。那么俗话说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冷静下来吧。那么这也是我最近几天我自己也在反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之前的视频可能太过于激情了会误导一些观众啊。那么很多事情啊，我确确实实是脑补过于太多了，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啊，因为这个我的账号的这个影响力，它是粉丝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越大。增粉的速度太快，那么我的思维呢依然还停留在5000粉丝的这个阶段，所以说这是非常不对的。如果说我对你有什么误导的话，我在这里向你说声对不起啊。那么我以后一定会注意在视频里面我的这个表达的方式，尽量呢就是说不误导大家。那么我也借此啊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对我的支持是我是铭记在心的啊。那么最后还是那句话啊，愿我们共同成长，一起发财。Peace。